Hello， 大家好，今天准备了一大堆植料，有树皮、鹿藻土、木炭、桃粒跟珍珠岩。一看这些植料就知道是来种植果篮的。我昨天晚上把它们冲洗干净，沥干水分，就可以来种植了。这些植料现在是润而不湿，首先把剪刀消毒一下，然后准备来给果篮修剪根。首先把最小的这一颗果篮种植起来，这一颗是天绿莓。把这些水苔拆开，看一下里面的根，根看上去还可以。为什么这里扎了一根铁线呢？把它拆开看一下是什么原因。它是2颗绑在一起的，可能植株太小，所以绑了2颗在一起吧。把这些水苔弄掉，看一下它们的根，这些都是已经坏掉的根。每一条根都捏一下，如果是扁的、空的，就是已经干死的；如果是硬的，就是好的根。把这些已经干死的根都剪掉，断掉的根我也会把它们剪掉的。这条根上面还是硬的，下面是空的，所以在这边剪掉。这些都是没用的，都把它们剪掉吧。这条根已经断了好几节，也都不要了，剪掉算了。这些都是没用的根。这条根下面的一节是空的，所以也在这边剪掉算了。这一颗就剪得差不多了。另外这一颗看一下，凡是已经空的、断的根都要剪掉。就像这一条根都已经没用了，这些都需要剪掉，留住也是会腐烂的，没有什么作用了。果篮的根可以大胆的剪掉，看一下这一条根上面是硬的，下面是软的。好了，这些烂的根都已经剪掉，现在就可以把它们种植起来。我还是把它们种在一起，分开看起来太小了。今天用的杯子就是这种塑料杯。把兰花放在盆子的中央，炉头跟杯的边缘差不多的高度，就直接把植料填满就可以了。这个是没有什么难度的。把杯子拍一下，把植料都填满了那些缝隙就可以。植料不要填得太满，只要把炉头的1/3的地方覆盖着就可以了。然后在表面上放了一些鹿藻土，这里放鹿藻土的目的就是容易观察它的水分。只要这些鹿藻土变了白色，就需要给它浇水了。这一盆果篮上盆就种好了。接下来这一盆是无籽翠，这一颗比刚才那一颗要大很多。把这些水苔弄掉，看一下它们的根，根看上去还是可以的，也有不少空根、断根。这里不知道是一个新的芽还是一个花芽呢？
裸根买回来的果篮，我是不需要做消毒的，也没有给他们喷酒精或者是双氧水，连洗都没有洗一下，就直接把这些根剪掉了。裸根买回来的果篮不需要给他们的根泡水，因为这些果篮已经裸根很长时间了，根已经适应了这种非常干的环境。如果现在突然给它泡水，它会不适应而造成烂根。所以我们在种植这些裸根的果篮，一定要准备好这些植料。首先把这些植料泡湿，然后晾干水分。只要这些植料是润的，不是湿的，把这些植料拿起来的时候，不会看见有水分，但是感觉它是湿的。用这些植料把果篮种植起来，根就会慢慢的吸收里面的水分，从少到多。等这些根慢慢的习惯了有水分的环境，然后我们就可以正常的给它们浇水了。把这些根修剪完之后，我也不会给它们消毒。我相信这些兰花的根有治愈的能力。把这些已经断的根剪掉，因为这些根也太长了，留住也没什么作用。只要是有断的地方，我都会把它们剪掉。如果根靠近炉头那边已经断了，而这条根还是好的，我也会把它剪掉。每一条根都仔细的捏一下，观察一下，看有没有断的根。就好像这里已经断了，就从这里剪掉。好了，这一颗也剪得差不多了。这一颗的根比刚才那一颗的根要长很多，所以呢，用了一个比较大一点的盆。也是一样，把这一颗兰花放在盆子的中央，炉头的高度就跟盆子的边缘一样的水平，直接把这些植料填满，把盆子拍一下，让这些植料把缝隙填满也就可以了，非常的简单。再放上一些鹿藻土。果篮上盆之后，大概10天之内都不要给它浇水，把它们放在阴凉的地方，不要有太阳光直接的照射。大概2个星期之后，就可以正常的给它们浇水。现在是冬天，我也不会给它们浇太多的水，大概也就是1个星期给它们浇1次水吧。所有的果篮都已经上盆了。现在来看一下它们的情况。这一颗是鱼蝴蝶，看一下这个炉头是有一点发黑的，这一片老叶子我应该把它们剥掉，但是因为摸着这些黑的地方是硬的，我也就没有把这一片叶子清理掉。再观察一阵子看一下吧，如果有变坏的现象，我还是把这些清理好。再看一下它的花，明显的是被冻坏的，也不知道它能不能继续的开花。正常来说，买到这些裸根的果篮，如果有花梗的话，最好把花梗剪掉，这样更加有利于它的浮盆。看一下这边的炉头也是发黑的，还好摸着是硬的，所以呢，这些果篮我不泡根，也就是这个原因。如果现在给它泡根，这些炉头很容易也就跟着腐烂。还是让它慢慢的适应环境，希望它能够健康的生长吧。如果它是继续的腐烂下去，我是要把它切掉的。除了这一颗鱼蝴蝶，其他的果篮看上去情况还是比较良好。这一颗长了花梗的，
我还是会等它开出花，看一下它的花是什么模样，才把它剪掉。这一次用了3个不同尺寸的盆子，是根据根的大小来决定用什么盆子。好了，今天的视频就跟大家分享到这，谢谢大家的观看，我们下次再见，拜拜。